时长出电闸，消除毒品，解救同胞。同志们，有没有信心？根据果敢最新战况，同盟军已经攻占了缅军大大小小100多个据点，对诈骗集团盘踞的老街城区形成合围之势。然而，目前同盟军的推进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以4大家族为首的武装集团，把城内很多无辜的百姓绑架在自己的地盘周围，这其中还有大量的中国籍人员。1020恶性事件后，迫于各方压力，缅军方专项对卧虎山庄进行搜捕，前后抓捕了涉诈人员1000多人，其中还包括卧虎山庄名义上的老板傅文斌。果敢方面也分批向中国警方移交了2000余名电诈人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缅方表示卧虎山庄的主要成员将在接受专项部门审讯调查后移交中国警方，这一表态十分令人疑虑。我们知道诈骗集团这几年在缅甸如此猖獗，和缅甸军政府的庇护是分不开的。一个诈骗园区要想成立，缅军方至少占30%的干股。所谓的军方专项部门审讯调查后移交中国警方，只不过是变相的把电诈头目转移了。所以网上传的卧虎山庄电诈清零是要打引号的。同时，果敢方面也只是象征性的向中国警方移交了2000名左右的电诈人员。果敢的电诈园区少说也有4、5万人，这种情势下，自愿留在老街干电诈的能有多少人？虽然有部分电诈老板解散了公司放人回国了，但大部分电诈集团还是对4大家族武装和缅军方抱有幻想。更何况在战前一个涉诈人员至少能卖到20万，这么大的利益驱使，这些双手沾满血的亡命徒能轻易放手吗？这几天我们看到果敢老街很多全副武装的车辆载满了疑似中国籍人员，很可能是在对园区人员转移到更靠近4大家族武装的地区扣做人质，让同盟军对老街城区的进攻投鼠忌器。为了更好地理解4大家族庇护下的诈骗帝国，根据收集的信息对果敢老街诈骗园区做了一个简单排名，供各位参考。我们都知道1020发生的卧虎山庄恶性杀人灭口事件，就是在转移涉诈人员的途中发生的。诈骗园区相关利益人为了将来不被清算，难免不会再度发生。每年新迈进卧虎山庄的人员有500左右，这几年加起来至少也有5000人以上，但这次搜捕出来的只有1000人左右，那剩下的人去哪里了？像1020这样敢当街扫射杀人，这说明对于卧虎山庄的人来说，早就不把人命当回事了。而且被卖到卧虎山庄的往往是末路的一环，会榨干最后一点利用价值。新买的人完不成业绩，恐吓殴打还是轻的，要想出去赎金是买来的3倍。如果连最低赎金都拿不出的，就会被卖到庙瓦底，或者卖到刘国喜家族的矿上做奴隶，甚至通过军方关系拉到公海处理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嘎腰子。卧虎山庄是果敢名家的主要产业，虽然每年能给名家带来数十亿美金收益，但名家家底相对于果敢其他4家还是够不上，所以一般被称为第5大家族。警察21营之前一直在明学昌的儿子明国安手上，但自从他摔马之后，就交到了他弟弟明国平手上，手底人越发猖狂，直接抢人进园区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卧虎山庄1020事件影响实在恶劣，但只能说凶狠有余，手段不足。论危害程度和整体规模来说，在老街诈骗园区里只能排到第3。果敢老街的诈骗集团猖獗，论规模来说，老街首富刘阿宝旗下的福利来集团应该要排在卧虎山庄前面的，但介于前面分析的卧虎山庄恶性事件的影响力，只能暂时屈居第4。刘阿宝和其他4家不同，他并不是彭家生旧部，而是贩毒出身。刘阿宝的诈骗产业主要是集团旗下的恒安科技园和敦方汇园区，在里面有数个电诈公司经营。刘阿宝本身的主业是贩毒，缅甸的很多电诈园区、赌场都是他这方面的客户，很多电诈公司都会用毒品来控制电诈人员。刘阿宝在彭家生时期就是当地首富，福利来集团的产业遍布掸邦、若开邦和克伦邦，甚至缅甸本部都有他的产业，和缅甸军方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还亲手给他颁发过国家最高红法杰出贡献奖。为了保证自家安全，刘阿宝也有一定的民团武装。前几天有人传刘阿宝投降同盟军了，其实是误传，查遍同盟军发布的消息，也没有看到相关报道。更何况刘阿宝军方背景这么深厚，在这个节骨眼上，即使他愿意直接投降，缅军方会答应吗？刘阿宝只是之前派人和彭德仁接触过，现在白所成组织反攻，成立了一个7人指挥小组，刘阿宝也在其中。当年4家背叛彭家生，刘阿宝起到了很大的穿针引线作用。从这点也可以看到刘阿宝狡猾的一面。从近几年果敢诈骗集团的发展势头来看，刘阿宝老街首富的地位可能不保，最有可能取代他的是魏超人的魏家。之前视频我们提到过，
错，魏超人是果敢自治区委员会委员，主管政法系统，而且手中有掌握一个边防营，是5大家族唯一一个掌握正规军的。后来魏超人把这个营交给了3弟魏怀仁，把家族资产交给了大女儿魏荣，而魏荣受过高等教育，是4大家族2代中少有的懂经营的。他的亨利集团还涉及赌场、酒店旅游、房产开发、黄金珠宝行业，规模不止在果敢，还在缅甸本部、柬埔寨、泰国也都有资产。他还很注意利用短视频平台来引流，之前找了一波美女帅哥出镜做宣传，把亨利集团包装成一个高端企业。他的目的就是引诱中国人前往捞金或者消费，等人到了就卖给缅甸各地电诈园区，或者转移到亨利集团开在柬埔寨和泰国的电诈园区。输血容易造血难，所以从规模和创新程度上来看，亨利集团是要排在卧虎山庄之前的。亨利集团如此实力，只能在老街的诈骗集团中排第2。那么究竟谁能排在亨利集团之前呢？果敢老街的诈骗天花板要数白鹤公馆，不论是诈骗手段、凶狠程度都是遥遥领先的。当然，白鹤公馆只是果敢主席白所成家族名下的产业之一，像百盛集团、苍盛科技园、格盛公司和新百利公司分别由白所成的几个子女掌管。老二白英仓是果敢财政局副局长，同时还担任苍盛科技园区的董事长。臭名昭著的电诈公司凯利国际和白鹤公馆就在这里。园区内有一家白鹤公馆红楼王者集团，光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座集团所蕴含的能量。王者集团地理位置绝佳，是当地4大龙头企业之一。王者集团内部拥有30多个诈骗盘口，面向全球市场进行诈骗。除了我们常听到的冒充公检法、情感杀猪盘，王者集团还开发股票、期货、外汇等假软件，直接炒作市场。不但懂诈骗，还懂技术。每个盘口平均每个季度最低盈利在1亿小目标，这个业绩还仅仅是在最差的时候。园区内的中国人想要逃跑难如登天，园区里面拥有持枪保安就有40多人，全部都是缅甸武装人员看守。一旦进入诈骗园区里，你想要再走出园区，那至少需要赔付40-50万人民币，这是果敢老街的特色，3倍赔付。公司实行淘汰制，1天工作18个小时是常态，业绩不达标的，轻的电击体罚，重则赎金转卖。诈骗集团不但会针对不同的受害者量身定制诈骗方案，还会每天给诈骗人员洗脑培训，培养诈骗文化，长此以往，所有员工都会心甘情愿成为诈骗集团帮凶。所以从专业能力、创新能力、凶狠程度来说，白鹤公馆是当之无愧的老街诈骗王者。总之，这些诈骗公司仗着缅北4大家族和军阀做靠山，根本不把中国人的命当回事，也根本不把中国警方铲除诈骗的决心当回事。在发生1020恶性事件后第7天，缅北冲突爆发，果敢同盟军在彭德仁领导下誓言解救同胞，铲除电诈，这绝非偶然。缅北老街的诈骗帝国终将在天怒人怨中走向覆灭。同时，我们应该更理性地看到，现实情况异常残酷。相对于庞大的诈骗集团来说，缅北的4大家族只是冰山一角。根据央视调查的数据，缅甸境内这样的园区超过1000个，每天有超过12万人从事诈骗活动。要根除境外的诈骗土壤，绝非一朝一夕。但无论是谁，只要敢向电诈宣战，就值得我们点赞支持。